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我是一彩，和你一起了解生活，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到了中年，贵气的女人往往有这6个习惯，高贵大气。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在喧嚣的都市中，我们常常迷失于他人的目光和评价，试图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位置。然而，那些有着贵气的女人，她们不随波逐流，不被外界的喧嚣所动摇。她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她们的生活简单而充实，她们的内心丰富而宁静。福楼拜曾经这样讲过这样的女人，一个有贵气的女人，并非因为她天生就是贵族，而是即便年华老去，她依然能保持那份如贵族般的风范与尊严。在这世上，时间对女人而言，既是最大的对手，让皱纹悄悄爬上曾经紧致的脸颊，同时时间也是女人最好的朋友，让她的魅力历久弥新，散发出高贵迷人的气质。就像导演陈冲所说的那样，懂得生活的女人，当人生过半，恰恰是最好的时光才刚刚开始。人过中年，那些越活越有贵气的女人，往往都养成了这6种习惯。1. 不失修养，端庄大气。很多时候，我们总把女人的贵气看成就是满身珠宝华丽，但就像奥黛丽·赫本讲的，女人的魅力不在外表，真正动人的气质一定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中年女性的贵气来自于长久岁月累积下来的涵养，若少了这份涵养，再多的外在装饰也只是无根之凭。相反的，就算环境再怎么困顿，一个女人依然可以优雅不凡。1967年，已经52岁的郑念，因为在外企工作被人陷害，受了冤枉，一瞬间她变得什么都没有了。关押她的牢房条件极差，床是粗糙窄小的木板，墙壁裂痕斑斑，蛛网随处可见，还有个昏暗的灯泡整天整夜亮着。看守对她讲，只要她主动认罪或者检举别人，就能换到条件好一点的牢房，甚至可能被释放。郑念拒绝了，自己没做过的事不用认，别人没做过的事不能冤枉，这是做人最基本的涵养。在牢房的日子里，他每天都会打扫2次房间，还用饭粒做成壶，把手指贴在墙上，免得灰尘落在桌上。他又把2块毛巾缝在一起做成垫子。每次有人来探望，就算是来提审他的看守，他也会细心地为对方把椅子垫好。牢房的人都笑他，都这么惨了，还这么讲究。然而短短半年，一同入狱的人早就头发蓬乱，面容污秽，每天过得糊里糊涂。只有郑念，虽然一样穿着破旧的衣服，但那种高贵典雅一点都没有减少。其实不止郑念会碰到生活里的磨难，无数女人也都是这样。过了中年，各种问题一个接一个来，年迈的父母，渐渐长大的孩子，繁多的开销，随便拿出一个都能让普通的一天变得乱七八糟。但实际上，女人下半生最重要的不是环境，而是心境。提升修养就是这样一个选择，选择不让外界打扰内心，不在比较中迷失自己，淡定从容，才能活得自在得体。2. 身上有刺，不怕展露锋芒。作家张小娴曾经收到一封读者的来信，这位读者结婚多年，忙于工作与家务，为了还贷，连衣服都穿妹妹旧的。她一手带大2个女儿，宁可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也不愿让丈夫操心。不过她为家庭付出这么多，换来的却是丈夫的背叛。一想到孩子，她就没勇气和丈夫坦白，只能在信中不断叹息与反问：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吗？我没尽到妻子和妈妈的责任吗？他为什么这样对我？张小娴回答说：你哪里都好，但有一点不好，
就是你太好了。婚姻如此，人生也是这样。人们常说女人该善良体谅，这本来无可厚非，但要是善良过头，失去了该有的棱角，就会给生活带来灾难。因为当这个世界习惯一个女人不带刺的样子，就不会在乎伤害她的成本。去年6月，我换工作到了一家合资企业，刚好公司推出一个新的办公系统，不过申请权限的流程很繁琐，操作界面还是德文，因为我在德国读过书，顺利完成了权限申请。同事们就让我帮忙查进度、改资料。我觉得这是举手之劳，而且刚来不久，想留个好印象，所以就来者不拒。直到有一次，女儿学校要开家长会，我正赶着下班，几个同事还是拿着长长的项目清单拦住我，让我帮他们查了再走。其中一个说，整个部门就你会用系统，你不查谁来查？这时我才明白，我的付出从来没换来好印象，只是让他们觉得我很好用罢了。从此我不再帮忙查资料，同事要用系统，就自己申请权限，这样一来，我的工作量少了许多。预想中的孤立也并没有发生，反倒是展露过底线后，我与同事的交往开始有了分寸感，彼此都觉得更自在。我很喜欢我的中年叛逆里的一段话，人过中年，特别是女人，更要学会做一个不那么好惹的角色。只有当你对不喜欢的东西露出棱角，才有足够的耐心留给所爱。每个人的精力都有限，中年女性更是要操心无数，学会让自己带些刺，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而是学会合理分配精力，避免在无休止的被索取中，把人生过成漫长的消耗品。3. 坚持自己的思考，不人云亦云。你一定听过这样的声音，都当妈的人了，还整天往外头跑，像啥样子？你们家已经有男的在外头打拼，你还这么拼干嘛？女人到了一定年纪，要懂得把心思花在培养下一代身上。这世上总有好多预设的角色，要对应各个年纪的女人。对中年女性，大家更是习惯性的评头论足，她们内在的自我常常被忽略。殊不知，女人在当好妻子和好母亲之前，得先当好自己。与其在别人的期望里头跟着走，被外面的声音磨得认不出自己，追随内心的自我，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才能拥有想过的人生。在经典名著《飘》里头有这样一个故事，南北战争时期，亚特兰大跟它周围的乡镇变成一片废墟，郝思嘉为了凑齐欠债赎回自家庄园，不得已嫁给城里头的商人弗兰克。当时亚特兰大城里头满是招募建房工人的告示，郝思嘉心想，战后的城市得重建，木材的需求量肯定大得很。她跟丈夫提议，由她在城南头开一家木材店，结果遭到丈夫还有邻居的强烈反对。在他们看来，郝思嘉已经出嫁，还有个女儿，出来抛头露面会给丈夫乱了面子。况且她要经营电暖，就得跟城里头的男人谈生意，那更是离经叛道。郝思嘉回答，你们反对我，不是我做错啥，只因我是女人就不该这样。但你们从来没想过，其实女人也能有不同的活法。郝思嘉没得到家里的支持，就问朋友借钱，坚持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木材店。后来弗兰克在决斗中被枪杀，郝思嘉成了独自抚养2个孩子的单亲妈妈。当初劝她安分守己的邻居，除了几句可怜的话，啥依靠都给不了她。倒是她靠木材生意，成功熬过最难的时光。这世上没有谁的话能为你的人生负责。一个女人最该懂的，就是知道自己想要啥，然后选自己想要的。就像第2性里头说的那样，女人最大的幸运，就是不被要求接受一切，而是踏上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如果你的前半生活在别人的眼光里，不如把后半生还给自己，听从内心的声音，在人生的下半场，
活成自己的一道光。4. 投资自己，敢抉择有担当。作家一书曾经讲过，一个女人真正的贵气来自她面对生活的安全感。年轻时，我们总把安全感寄托在车子、房子和男人身上，走到半辈子才领悟，车会贬值，房会老旧，人心会变。在这世上头，女人唯一长久的安全感，只能靠自己来给。想到民国时期的画家潘素，她出生在名门望族，本来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可是在她15岁那年，父亲经商失败，继母又在旁边煽风点火，硬是把她卖到青楼。当时周围的姑娘们都靠着美貌去讨好客人，潘素却是苦练琴艺，后来得到当代名士张伯驹的赏识，两人就这样结为连理。潘素嫁给张伯驹后，亲戚朋友都羡慕她运气好，以后不用再吃苦头了。但她一点都没有想享福的样子，反倒把更多时间花在学习古文和绘画上。3年时间，她不仅琢磨出已经失传的青绿山水画法，还在文坛结识了不少权威学者。1942年，张伯驹在回家路上被绑架了，土匪还给潘素送去勒索赎金的单据，换作一般女人恐怕早就慌了神。潘素却是镇定得很，她先用多年的积蓄还了大半赎金，又靠着自己的人脉圈子说服土匪减免剩下的赎金。张伯驹回家后发现自己收藏的古董，潘素一个都没卖，从此对他更是敬重。网上有句话讲得好，再豪华的副驾驶都不如自己手握方向盘。女人这一生的主导权不在讨好的关系里，而在自己手上。养成投资自己的习惯，什么时候开始都不会太迟。你现在读过的书，学会的技能，坚持的事业，或许不会马上带来改变，但都在悄悄滋养着你，总有一天会让你的人生变得与众不同。5. 交往简单，享受独处。叔本华在《人生的智慧》里讲过，正因为心里头空虚，他们才会去追求那些五花八门的社交、娱乐跟奢侈。这些东西把好多人引到穷奢极欲的路子上，最后都是以痛苦收场。一个心里头空虚的人，常常会把朴素当成浅薄，又把华丽当成丰富，总是想把自己乱丢进人群里，听着别人那些无关痛痒的话，去找他们对自己的一点点认同。可是那些内心朴素的女人，总是安安定定地知道自己想要啥，不想要啥。她们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的人生追求，她们不会把时间浪费在那些没意义的聚会上，也不会在灯红酒绿里头消磨时光，反而是会选择去充实自己，让内心变得更丰盈，会抽出更多的时间去陪孩子，陪家人。经典剧《一年又一年》里头，益达的妻子群英就是一个会避开社交热骚的女人。在大三县跟益达认识然后结婚的她，嫁进了一个高干之家，但她并没有像其他的富太太那样把时间跟精力都花在穿衣打扮跟聊天交友上，而是自己一个人默默努力考夜校，不懈怠地外出工作赚钱，全心全意地照顾家人跟孩子。交朋友不在乎数量多，重要的是质量。虽然群英并没有花太多心思在聊天交友上，但她收获了陈清这样一个好朋友。就算后来益达出轨了，但她内心朴素又坚定的她，依然有说走就走的勇气。庄子讲过，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世事在朴素中显现，人情在淡泊中长久。有时候与其费尽心思的去追马，不如多花时间去播种。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自然会有一匹骏马来到你的身边。与其去混那些自己本来就不喜欢的圈子，不如坚持做自己，宁缺毋滥，耐心地等待那些志同道合的人。当你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自然会有更多机会跟美好悄悄地降临，就好像整个世界都在为你让路。6. 生活朴素，精神富足。
杨绛先生讲过，简单过日子，心灵很高尚，这就是人生的顶峰啦。在生活里头，许多人都在追求那些花花世界，衣服得买名牌，包包得买贵的，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显得自己多尊贵。但其实真正高贵的女生，对物质的追求和比较没有那么疯狂，她们心里明白，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最后都会归于平淡，人心也是，最后求的不过是个干净简单。在超级简单的生活里头，就算有点困难，有点拮据，他们心里头还是装着个宇宙，装着无数的美好，就像山间的风，自由自在。他们活得优雅，活得有尊严，简单又吸引人。就像杨绛先生的一生，经历了好多风风雨雨，但他一直都保持着乐观，坚强得很。面对这个浮躁的社会，还有那些不容易的日子，他从不抱怨，都是用一颗简单的心去面对每一个难关。他亲自去买菜做饭，还帮忙做家务，帮老公分忧，把生活的苦变成了笔下的甜，继续在文学和人生的路上往前走。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之后，他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告诉了大家。我们以前总想要人生有多精彩，最后才发现人生最美的风景原来是内心的平静和从容。我们以前总想要别人认可，最后才明白世界其实是自己的，跟其他人没关系。一个女人，如果她能用一颗简单的心去看世界，去看众生，那她就能在每天的家务事里头找到自己的快乐，也能在生活的烦心事里头找到心里的那份安宁。7. 追求朴素，遵循内心。南怀瑾曾言：3000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9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历经时光洗礼，走过尘世浮华，我们方能领悟，人的一生一路风尘仆仆，一路坎坷前行，最终都是走向质朴的归途。巴黎奥运会上，前跳水名将郭晶晶又添新身份，担任跳水裁判长。新闻画面中，她眼神坚定，于奥运赛场指挥若定。她是一位追求质朴的女性，虽嫁入豪门，但香港太太圈、名媛圈的合照从未见其身影。她不浪费时光于浮华与虚荣，而是专注于自我人生的珍贵。她熬夜考取裁判证，陪伴孩子下田插秧，在一粥一饭中品味平凡人的幸福。当其他豪门贵妇忙于追逐名利，甚至上节目博关注时，郭晶晶已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人何为真正的成功。生活就在那里，关键在于你如何活，如何让心灵充实快乐。真正高贵的女性，自始便拥有明确的生活目标与人生追求，她们不为世俗纷争，只做内心所向之事。庄子天道有云：静而胜，动而亡，无为也而尊，质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大道至简，凡在心间。让我们始终保持内心的质朴，活得通透澄澈，于喧嚣尘世中收获内心的富足与安宁。知乎上有一则热门话题：年过40的你会羡慕20岁的女孩吗？高赞回答这样说：当下的你是时间雕琢的成果，你此刻的种种美好并非20岁时所能拥有。确实，年轻时的美浮于表面，鲜艳浓烈却短暂单薄，唯有经过岁月的洗礼，外在之美方能沉淀于内心，变得日益丰盈。一个中年女性散发的气质，是青春少女无法企及的。历经世事浮沉，品尝人生百味，那些浸透时光的温柔与独立，锋芒与清醒，便是对自己最珍贵的赐予。好了，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或者看后有所醒悟，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欢迎留言和投稿，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